这是唯一一部拍给凶手看的电影，也是韩国影史上至今无法超越的悬疑神作。偶办近70万人打出8.9分的逆天高分。影片根据华城连环杀人案真实事件改编，一经上映立刻在韩国国内引发全民猜想热潮。可最终谁也没有猜出凶手到底是谁，直至电影上映16年后，谜团才真正得以解开。话不多说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部经典犯罪悬疑电影。故事发生在1986年韩国京畿道的华城郡。这天，刑警炳哥接到附近村民报案，在稻田旁的水渠里惊现一具赤裸女尸。从现场情况来看，死者的手脚被牢牢捆在背后，浑身上下爬满了黑色恶蛆，显然案发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。由于犯罪现场早已被当地村民破坏，这让炳哥根本无从下手取证。此时，一个奇怪的男孩不停地模仿着炳哥讲话，似乎在向他暗示着什么。回去后，炳哥立刻对案件展开调查，他把所有与死者有关联的男人全部抓到了警局。然而还没等他排查出结果，一桩新的命案竟然再次发生。死者是一个名叫香淑的红衣女子，只见她的双手捆在背后，头上还被套了一条内裤。如此诡异的作案手法，让自称福尔摩斯的炳哥也有些摸不着头脑。而由于当地民风过于彪悍，现场唯一一个可疑脚印也被路过的拖拉机破坏，这让炳哥的调查陷入困境。直到这天，他无意中从女友的口中得知，镇上烤肉店老板的傻儿子光浩曾经常跟踪香淑，而且就在事发当晚，有人看到他一直跟在香淑身后。这对于炳哥来说简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他立刻将嫌疑人光浩抓到警局。可尽管光浩天生有智力障碍，但他却异常清醒地坚称自己没有杀死香淑。同事阿远见状忍不住对着光浩一顿暴踹，炳哥在一旁非但没有制止，反而还贴心地递给阿远一个鞋套，防止他留下暴力执法的罪证。然而经过一番软硬兼施的严酷拷问，光浩依旧没有承认自己杀人的事实，这让炳哥的调查再度陷入僵局。此时一个名叫老徐的男人来到华城郡，由于镇上接连发生了2起奸杀案，老徐只因向一个女人问路，结果被路过的炳哥当成杀人犯一顿胖揍。事后他这才知道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原来老徐是专程从首尔过来协助办案的高级探员，妥妥的学院派高材生。但炳哥对老徐的到来却并不感冒，因为他已经找到让光浩认罪的办法。他用光浩的球鞋在案发地伪造了一份证据，试图以此让光浩妥协。可即便看到如此以假乱真的铁证，光浩却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杀人。气急败坏的炳哥和阿远将光浩拉到了山上，恐吓他如果再不承认就把他挖坑活埋。没想到这招果然奏效，在炳哥和阿远的连哄带骗之下，平日里傻呵呵的光浩竟然绘声绘色地说出了奸杀香淑的犯罪过程。这令一旁的老徐听后都惊讶不已。可当炳哥想要进一步了解细节时，光浩却再次进入到胡言乱语模式。虽然这次取得的口供并不足以成为证据，但炳哥坚定地认为光浩就是奸杀案的真凶。他让人假扮成女人的模样，并叫来了大批记者，试图通过还原作案现场，诱导光浩在媒体面前再次说出犯罪经过。可见识过炳哥的一系列离谱操作后，老徐决定按照自己的思路展开调查。他注意到香淑死时被人捆住了双手，而光浩的手自幼被火烧伤，这样的绳结他根本就打不出来。老徐立马赶到现场阻止炳哥的行动，没想到却被急于破案的老局长给赶了出去。就在炳哥的计划马上要大功告成之时，不料光浩的爸爸突然跑到现场。光浩见状瞬间清醒过来，当着无数记者的面大声否认自己的罪行。一场闹剧就这样惨淡收场。随后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警方的诉讼，炳哥对此极为不爽，与老徐的矛盾也就此产生。在经历了这次事件后，上面成立了专项调查组，新组长取代了老局长的位置，全面接手了奸杀案的侦破工作。沉寂已久的老徐终于得到施展机会，他将自己的调查报告递交给组长，明确指出2起案件的共同点。首先，案件全是发生在下雨天；其次，2个死者在遇害时都是身穿红色衣服，而且老徐推测还有第3个受害者没被发现，因为他调查过最近的失踪人口记录，其中有一名叫贤顺的女子在1周前的雨夜失踪，失踪时同样穿着一条红色长裙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推理，老徐向组长提出，只要给我2队人马，2天之内我就能找到失踪的贤顺。组长当即同意了他的请求。在经过一番大规模的搜索后，老徐果然带人在一处芦苇丛中找到了贤顺的尸体，和杀害香淑的作案手法一模一样。凶手不仅捆住了贤顺的双手，还在他的头上同样套了一条内裤。自此开始，警方正式将3起案件定性为连环杀人案。为了弥补之前的过错，炳哥送给光浩一双新鞋以示歉意。而摸清凶手的作案规律后，组长立刻部署了一场钓鱼执法行动，让女警官小美穿上红色裙子，趁着雨夜故意行走在偏僻的小路上，本以为可以借此引蛇出洞，谁知此时凶手却盯上了另一个女人。